很多人都会问我，到底是什么在影响股市的涨跌？我相信呢，大家都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“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”。但事实上，股市的表现压根和经济好坏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比如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，社会的财富和20年前相比得到了极大的增长。但是你看看指数，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。新冠疫情背景之下，全球经济一塌糊涂，但是全球股市却是一片大涨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影响股市中长期的走势呢？就是货币。简单来说就是钱，它不仅影响股市，影响的是所有资产的价格。所以要预测市场中长期的趋势，你只要看2个部分。第一，就是看市场当中有没有多印出来很多的钱，只要多印出非常多的钱，大部分的资产价格都会上涨。就比如去年到现在，全球整个货币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，所以股市、楼市也都差不到哪里去。去年疫情至今，货币超发之后，楼市、股市的价格都是齐飞。第二，要看市场当中的钱都流向到了哪里，流到哪里，哪里的价格就会涨。为什么美国股市持续不断的创造出历史的新高？是美国经济很好吗？根本不是，美国经济早就遇到了发展的瓶颈。但是因为在过去的10年，全球投资人当中，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，都是趋势性的增配了美股资产。比如全球最大的2个养老基金，日本和加拿大养老基金不断的增配美股资产，还有美国居民的资产组合当中美股配置比重也是持续性的上升。还有国内几家头部私募其实也都大量的增配了美股，这就是美股持续增长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。而且这点因素甚至是在2015年、2018年美联储加息收紧货币的时候，都在不断的推动美股连续创出了历史的新高。那么货币的这2点因素会如何影响我们，特别是 A 股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看货币有没有持续的多印很多出来。很明确的是，从去年5月份开始，我国政府就要有意的控制货币的投放，所以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可能有加速宽松的可能性，只会保持稳定或者慢慢的收紧。这会不会让股市出现大的风险呢？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。2021年呢，大概率也不会是熊市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2股非常强劲的货币的力量在涌入 A 股，甚至会起到主导性的作用。一个是外资增配 A 股，全球疫情肆虐，难言收紧货币中国市场是全球资本非常好的避风港。在中国，政治经济环境保持相对的稳定，企业盈利情况非常良好，不来中国投资要去哪里投资呢？二是境内的居民储蓄搬家增配 A 股。过去我们在银行信托可以买到固定收益类的理财逐渐的下降，取而代之的是基金更多的会投向 A 股市场，成为净值化的产品，所以大量的资金将陆陆续续的进入到 A 股当中，而且这波力量呢不是短期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增量。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，就是在增配 A 股的资金当中，机构资金和长线资金明显的增多。比如公募基金的募集规模出现井喷，比如很多的私募基金都至少要锁定1年，甚至是锁定3年。老百姓呢也越来越意识到，专业的事情就是要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打理，也越来越知道要和时间做朋友。政府呢也加大力度打击杠杆资金或者非法配资，这些都会非常有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。也会出现一个新的现象，就是优质公司的估值普遍会偏贵。有人可能看到的是风险，但是我看到更多是机会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对未来的股市长期抱有充分的信心。从现在开始，可以说只要你想要理财，一定离不开要参与到资本市场当中。所以记得关注智享财经，我将和大家一起成长。我是李志，我们下期见。